我們已經介紹了非常多的 Obsidian 外掛，這些外掛呢 90% 都可以在社群外掛裡面可以下載到。但是如果說你想要先試一些還沒有上架的測試版的外掛的話，那就必須手動自己去做下載、建立資料夾、做檔案複製這樣子的操作，而且日後要更新的話，也必須重複這個步驟再來做一次。那因此我覺得我们還是先介紹一下 BRAT 這一個外掛。這一個呢是可以用來管理我們外掛的外掛，那它的名稱就是 Beta Reviewers Auto Update Tool for Obsidian 的一個縮寫 BRAT， 它基本上就是來管理我們這一些測試中的未上架的外掛。同時我們也在介紹另外一個可以很方便的讓我們搜尋到外掛的設定選項，第二個外掛叫做 Settings Search。這兩個外掛都是已經在第三方外掛裡面已經上架的，因此我們可以直接從第三方外掛裡面直接透過瀏覽就可以找到這兩個外掛。比如說 BRAT 的話，我們只要輸入 BRAT 就可以找到的 Obsidian 42-BRAT 外掛，那安装起來就可以直接使用了。下面我們就来講解一下 BRAT 要怎麼來做設定。BRAT 的設定相當簡單首先我們就是來勾選3個啟動時候的一個設定第一個是 Obsidian 啟動的時候是不是要自動更新這一些測試的外掛，第二個是 Obsidian 啟動的時候是不是要自動更新測試的主題，是要不要在側邊欄顯示BRAT 的功能按鈕，那這個就依據我們自己的需求自行來設定。那真正 BRAT 要設定我們的外掛呢，是要在這個 Beta Plugin List 裡面把我們要測試的外掛呢給新增進來我們只要點擊這個 Add Beta Plugin， 然後同時輸入它的測試外掛的在 GitHub 上面的網址就可以了。怎麼輸入呢？我們現在進到 GitHub Bartender 這個專案裡面我們來看我們其實只要複製它的賬號名稱跟儲存庫的名稱，那因此你可以從這一邊把它給複製起來或者是從網址列在 github.com 後面的這個字串呢把它複製起來Ctrl C 把它複製起來，再回到我們這邊呢把它給貼上。那這樣子再點擊這個 Add Plugin 呢就能夠把我們這個新的測試的外掛給加到 BRAT 控管的清單裡面來了，只要做這樣子的動作就可以了。好，那後面一樣就是如果你有測試中的樣式主題需要來做監控的話一樣用這個 Add Beta Theme 把它給加進來。後面這個 Monitoring就是說在執行 BRAT 的過程中你是不是有一些 debug 的一些訊息需要記錄起來你需要的話呢你就把它給勾選起來。如果不是那麼在意它这一些錯誤讯息的話，你只要勾選第一個就可以了啟動起來以後呢它會有一個提示的訊息。基本上我們的 BRAT 只要做這樣子的動作就可以了。設定做完以後呢，首先我們在我們的側邊欄呢會有一個 BRAT 的按鈕，點擊了以後呢它就會出現我們所有 BRAT 可以控制的一些項目。基本上不是只有測試的外掛可以用甚至於我們要做這一些外掛的設定也可以直接馬上來做設定立刻進入 BRAT 的設定畫面那只要輸入 BRAT點擊它就直接進到這個 BRAT 的設定畫面了。因此這樣的操作會比你直接從設定第三方外掛再去搜尋這個動作會快很多透過這個我們可以做很快速的外掛的選項的設定，不是只有 BRAT 是所有的外掛都可以。同時我們在這個命令裡面你按下 Ctrl P 然後再找到 BRAT，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有非常多的 BRAT 相關的命令。在這邊呢你就可以出現這一個所有命令的清單，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側邊欄執行的那個功能它就會顯示出來。然後呢這個就是你要不要新增你的測試的主題等等等。那我們可能很常會用的可能就是我們要更新外掛，因此我們就是輸入 BRAT 再加 Plugin， 然後我们就可以找到這個 Update， 再輸入 Update 就找到這個項目，就可以幫我們更新所有測試中的 Beta 的外掛。另外呢我們 BRAT 也提供了另外一個功能，它有一些額外的功能是這個就是我們也可以瀏覽外掛的 GitHub 的網站。那這個對我們經常要去做一些資料的搜尋或是用法的查詢呢就很方便。我來示範一遍給大家看我們按下 Ctrl P 輸入 BRAT， 你再輸入 GitHub，你就可以找到這一個 Open GitHub Repository for a Theme 或是 for a Plugin 那我們假設我們要用這個要去查 Plugin 的話，它會再彈出你現在要去搜尋哪一個 Plugin。比如說我要找 Data View 的說明，我要到 Data View 這個網站裡面，我們輸入完以後呢，它就會直接幫我們開啟 Data View 的整個在 GitHub 上面的網站。這個就是它這個提供的這一個很方便的功能那這個是建議大家可以經常使用，也可以設置一個快捷鍵給它方便來校用。比如說我就設定了一個快捷鍵，
我就可以有需要的時候，比如說我要看 Buttons， 我就可以直接馬上點擊，它就會開啟 Buttons 的 GitHub 的網站，那這個功能會非常方便。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外掛選項的設定，我們可以 Ctrl P 以後，你再輸入 Brett再輸入 Settings， 這個呢就可以開啟所有的這些設定。那這個當然這個功能跟我們剛剛在側邊欄的 All Commands 裡面這邊也可以所以這兩個地方都可以很快的讓我們直接跳到某一個 plugin 的外掛選項的設定裡面。我們要介紹的第二個外掛叫做 Settings Search， 它也是用來搜尋我們外掛的一個外掛那它的方便的地方是我們只要安裝完以後呢，它就會在我們設定的畫面的最上面增加一個搜尋設定的一個輸入框。我們只要輸入我們想要設定的選項的話，它就會立刻幫我們搜尋出來。這樣子會方便很多，我們要做某一個外掛的設定那個操作的動作呢就可以節省很多個。比如說我們來示範一下我們先進入設定畫面，那上面這邊就是你可以輸入的這個設定的地方，比如說我要輸入 Brett， 那它這邊就有第三方外掛 Brett 的這個選項，那下面有 Brett 相關的快捷鍵的設置的項目所以你如果說你有某一個功能，比如說這個 All Commands List， 你想要幫它加一個快捷鍵，你就點擊這個選項，然後你就可以在這邊點擊這個星號就可以設置一個快捷鍵給它了。同時我們也當然也是可以再輸入一次BRAT， 我在這邊也可以直接馬上進來做 Brett 的設定因此這個也是可以快速的幫我們找到某個設定比如說下面這個就是我們 Brett 的一些相關的設定比如說你 Brett 的通知是不是要關閉等等，在這邊就可以很快的來做設定。只要你的設定的選項有符合這個字串的，就都會被它搜尋出來，那我們就可以很快的來做一個某個外掛的設定。好，那以上這個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給大家的外掛，專門用來管理 Brett 是用來管理我們還沒有上架的測試外掛的一個維護的一個工具。Settings Search 呢是方便我們做所有外掛的搜尋過濾，可以很方便的去做選項的控制。這樣就是這兩個外掛，那希望對大家平常在操作 Obsidian 的時候呢能夠有幫助。謝謝各位。